试想想，谁会愿意在凌晨12点抢购商品呢？那要如何将这个销售额从500令吉提升至2200令吉呢？大家好，欢迎来到 Do Love Your Economy 频道，我是邵荣。你知道什么是价格启示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价格启示？如果你正在卖东西，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微商，那么你就可以将价格启示应用在你的生意当中，保证让你的生意有所突破。那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消费者，你也可以学习这个价格启示，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你落入这个商家的圈套。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短的故事。一般上，每一个商品都只有一个价格，比如说一个名牌手表的价格是500令吉。对于较有经济能力的老王来说，这么漂亮又有质量的手表，即使是给2000令吉，他也愿意给。但是对于较没有经济能力的小李来说，他固然很喜欢这个手表，但是他的预算只有200令吉。在这种情况下，手表老板最终只能卖出一只手表，也就是500令吉的销售额。但是如果这个老板他能够知道每个顾客心目中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那么他总共会赚多少钱呢？答案是老王愿意支付的2000令吉，以及小李愿意支付的200令吉。销售额总共是2200令吉。那要如何将这个销售额从500令吉提升至2200令吉呢？答案就是使用这个价格启示的策略。那到底什么是价格启示呢？我们都很清楚什么是启示，就是你对不同的群体给予差别的对待。那什么是价格启示呢？价格启示其实是指一个商家在提供他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时，他对不同的顾客群体收取不同的费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到价格启示的例子，我就举其中2个好了。大家都曾经去过主题公园 Theme Park 对吧？主题公园一般上会向不同的顾客群体征收不同的费用，最常见的有老人票、儿童票以及成人票。大家也经常去看电影对吧？除了在这疫情期间，电影院它也会向学生群体征收较低的费用，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前去观看电影。了解了我们生活处处是价格启示后，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价格启示是怎样帮商家赚到钱的。首先，商家必须要把他的顾客群分成2群人，一群是愿意花大钱来购买商品的，而另一群则是希望有优惠价格的。拿淘宝双11狂欢节来当例子，在这里商家的其中一个分群方式就是凌晨12点限时抢购。试想想，谁会愿意在凌晨12点抢购商品呢？肯定是那些对价格较为敏感的顾客，他们希望可以通过熬夜抢购获取优惠价的商品，为自己省一点钱。如果没有这些折扣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购买这些商品了。那谁不愿意熬夜抢购商品呢？肯定是那些时间成本较高的顾客，他们往往不在乎这些小甜头，所以他们通常会用原价来购买这些商品。因此，淘宝通过实施限时的优惠价格，用原价将商品卖给愿意给原价的顾客，同时也用优惠价将商品卖给只愿意给优惠价的顾客。两边的生意它都可以做成，而且可以得到顾客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实现利润最大化。不仅如此，商家还可以从这个策略中得到另一个好处：当销售量提高后，生产规模也会跟着提高。这样，商家就可以降低平均生产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买家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是一个原本对价格就不那么敏感的顾客，那么没关系，你可以照样用原价来购买。如果你是一个对价格较为敏感的顾客，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来购买一些你原本买不起的产品。在这过程当中，你只需要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成本。当然，用多一点时间来换取更低的价格，对你来说也是值得的。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我现在就来带大家看一个 graph， 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中，如果商家决定以原价出售商品，那么他将会卖出 X 个商品，这样他的收入就会是 A 加 B 面积。如果商家决定以优惠价来出售所有的商品，那么他将会卖出 Y 个商品，他所赚取的钱就会是 B 加 C 面积。但是如果商家可以将原价卖给愿意给原价的顾客，
用优惠价卖给愿意出优惠价的顾客，那么他可以做成两边生意，他所赚到的钱就会是 A 加 B 加 C 面积，因此价格歧视才可以帮卖家赚进最多的钱。来到最后的部分了，这是比较理论上的东西，但是但听无妨。价格歧视要实施起来，一共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转让空间有限。我们不能对购买黄金的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因为黄金很容易转卖。但是我们可以对购买电影票的学生实施价格歧视，因为他们无法将学生票转卖给其他成人。所有的观众在使用学生票之前都要出示学生证以进入电影院，因此转让空间较小。价格歧视得以实施。第二个条件是市场存在不完善性，也就是你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卖得更便宜，因此在菜市场你无法实施价格歧视，因为这一档的黄瓜跟那一档的黄瓜，它的价格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这一档卖得比较贵，那么大家就会跑到另一档去购买。价格歧视呢，一共分为3个等级。一级价格歧视也被称为完全价格歧视，指的是商家向每位消费者收取他们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比如说，如果 A 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5令吉，那么我就收5令吉；如果 B 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10令吉，那我就收10令吉。商家愿意接受任何价格，只要高过成本价即可。不过，一级价格歧视在现实中较难实现，除非你懂得读心术，知道每位顾客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多少，那你才可以实施这一个策略哦。2级价格歧视是指根据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比如说在 Watson， 如果你要购买一个面膜，你需要支付5.5令吉，但是如果你一次过购买3个，就只需要10令吉，平均一个面膜只需要3.3令吉。这就是2级价格歧视的例子。3级价格歧视在生活中较为普遍，指的是对不同的人群收取不同的价格。我以上举的电影院以及主题公园的例子都属于3级价格歧视。总结，价格歧视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要实施价格歧视，首先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转让空间有限，第二个条件是市场存在不完善性。实施价格歧视对商家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第二个是降低平均生产成本。那对买家又有什么好处呢？买家可以通过牺牲一些时间和精力成本来换取更低的价格。价格歧视分为3级，第1级在生活中较少看到，而第2级和第3级则在生活中较为普遍。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对价格歧视有一些概念了吗？你可以举出生活中其中一个价格歧视的例子，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吗？我们的频道之后还会向大家讲解更多的经济学概念以及一些经济学书籍，请用订阅来代替掌声。我是邵荣，我们下期再见。微商要记得分享给微商哦。